徒儿，我大仙一子，我走后，你就是仙域宗的宗主了。老头，你别碰瓷啊！我刚穿越过来3分钟，五险一金没有就算了，你这破庙连个大门都没有，你让我当 CEO？ 拿到他，壮大我仙域宗。母猪，产后护理。监测到宿主限于躺平守兔系统已激活。我操，系统！新手大礼包已发放，恭喜宿主获得方圆10米的绝对无敌领域，获得至尊豪华灵牙入胶大床1张。只要宿主保持白烂状态，即可持续获得躺平值，可在商城兑换万物。睡觉就能变强，师尊，晚点买你，我先睡个回笼觉压压惊。好啊，冷无影，你怎么不跑了？刚才不是很能跑吗？虎落平阳被犬欺，就凭你们这群喽啰，也配拿本地的人头？今日就算自爆神魂，你们也休想得逞！自寻死路，一起上，杀了他！这是何等大能，竟在荒郊野径露天顿悟！狗娘们儿，受死！吵死了，滚一边去！言出法随，这是传说中的言出法随？不，他刚刚翻身挥手的动作，分明蕴含着大负面与大挪移的空间法则。这位前辈看似在睡觉，实则神游太虚，以天地为床，以日月为被，将无上道运融入生活起居之中。这是绝世高人啊！第8套广播体育操，时代在召唤，预备，起！1、2、3、4、2、2。大道至简，这绝对是失传千万年的开天辟地混元体术。前辈每一个动作都在拉扯周围的空间法则。晚辈冷无烟，恳请前辈收我为徒。若蒙不弃，无烟愿为奴为婢，肝脑涂地。丁，监测到附近有极品气运之子强烈要求拜师，主线任务触发，宗门的崛起从招收第一个袁大头第一个天才弟子开始。任务奖励：延长无敌领域10米。既然你已看破了我宗的真谛，说明你我确有师徒之缘。也罢，今日我林安便破例收你为我咸鱼宗第1代开山大弟子。徒儿冷无烟，拜见师尊。行了行了，起来吧，别动不动就磕头，地上怪脏的。这包里好像装着我昨天刚从二手书店淘来垫桌脚的几本旧书。徒儿，你初入我门，为师观你体内经脉郁结，灵力枯竭，显然是受了极重的大道之伤。一般的功法对你已无作用。此乃我咸鱼宗镇宗之宝，无上天书，你且拿去好生参悟，切不可贪多嚼不烂。能领悟其中1/1，便足以让你重登帝座。3年模拟，5年高考。师尊，这高考2字，莫非是指天道对修士的至高大劫？而这模拟2字，是指在脑海中演化万物、推演天机的无上法凡。历经3年虚空推演，方能应战5载天道大劫。这竟是一本教人如何推演天机、渡劫成仙的无上仙典。对，这本仙典深奥无比，你先去偏殿找个清静的地方慢慢参悟吧。记住，没有为师的召唤，不要来打扰为师。为师要进行每日必修的大梦游仙诀了。徒儿遵命，定不负师尊厚望。运动的描述，这难道是讲解身法与天地速度极致的总纲？质点，忽略形状和大小，把物体看作一个点。我明白了，这是芥子那须弥的无上空间法则啊！万物皆有形，但若能斩断表象，直击本源，何等诡异，却又暗含天地至理的符文。这个叫微的符号，犹如大雁展翅，代表着极致的速度；而上面这个小三角极，稳固如山，代表着天地间的变量。这一个公式，竟完美的阐释了空间与时间的置换关系。这绝对是超越了地品，甚至超越了仙品的无上神通。
淬体境重修完毕，炼气期巅峰，筑基大圆满，金丹境破！不愧是师尊赐下的无上仙典，仅仅是理科卷的一小一部分物理总纲，就让我恢复了金丹修为。若是能将其全部悟透，别说恢复前世女帝的实力，就算是白日飞升成就真仙，又有何难？丁，检测到大弟子冷无烟成功领悟宿主赐予的正宗天书，修为暴涨至金丹境。丁，恭喜宿主完成领域持续范围任务。丁，大弟子对宿主的忠诚能无领域狂热启用极致纯送粉状态，宿主获得被动技能徒弟越卷师傅越强。丁，被动技能修为提升，宿主同步获得同等修为反步，宿主当前修为自动提升至金丹境。我操！等会儿，系统，你刚才说什么？冷无厌领悟了正宗天书？那他娘的不是3年模拟5年高考吗？他看里程就看突破到金丹期了。师尊大恩，徒儿没齿难忘。这本物理大道总规，徒儿已领悟了1/1000，终于重塑金丹。从今往后，徒儿这条命就是师尊的。谁敢对咸鱼宗不敬，徒儿定要将他挫骨扬灰。这个世界好像有大病。我要继续睡我的大梦游仙诀了，没别的事儿别叫我。哦，对了，既然你伤好了，待会儿记得把外面的院子扫一下。徒儿领命。这徒弟好用是好用，就是有点费院子。大礼包开启中，恭喜宿主获得1级护宗大阵，自动融入无敌领域；极品灵脉1条，自动埋入宗门地座，9天全权1座，以及特殊奇观建筑9天造化灵泉1座。这是极品灵脉复苏的征兆。传闻只有准帝以上的无上大能才能言出法随，一念之间改天换地，凭空射来极品灵脉。师尊刚才只是翻了个身，整个宗门的灵气浓度就提升了10000倍不止。我究竟是拜了一个何等恐怖的存在为师啊！师尊如此强大，却依旧每天待在床上苦修大梦游仙诀。我作为开山大弟子，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丁，宿主完成深度睡眠4个时辰，无敌领域扩张100米范围。系统，你昨天晚上发的那个什么9天造化灵泉放哪儿了？丁，9天造化灵泉已自动安置在宗门后院，距离宿主直线距离50米。这里存在摩擦力，扫帚的推力必须大于最大静摩擦力，才能改变落叶的运动状态。不对，师尊说过要忽视物体的形状和大小，将落叶看作支点。原来如此，只要我以剑意化作绝对光滑的平面，摩擦力便不复存在。师尊诚不谦我，扫地果真蕴含着大道真理。徒儿给师尊请安。师尊昨日传授的扫地大道，徒儿已初窥门径。扫得挺干净。年轻人就是要有活力，多干干体力活，对颈椎好。多谢师尊夸奖。舒坦。这具身体原主也不怎么洗澡啊，泥条都搓出来了。无言啊，后院池子里的水还温乎着呢，我洗完了，你赶紧过去把它处理一下吧。水还温乎着，让我去处理？我刚才在院子里扫地时，就闻到后院有一股令人神魂颠倒的异香，那绝对是超越了世俗认知的无上圣泉。师尊他老人家竟然亲自用自己那深不可测的混沌道体为我温养了那一池圣泉。他知道我刚刚重塑金丹，根基不稳，需要最温和的大道本源来滋养，所以他才故意说自己洗完了，让我去吸收这份逆天机遇。师尊大恩，徒儿此生若不能让咸鱼宗威震诸天，便自绝于天地间。这是传说中的大道混沌渣。传闻中，只有开天辟地的古神在蜕变时才会褪下的大道残片。被动技能触发，宿主资质同步提升，获得混沌咸鱼体，躺着就能自动吸收天地灵气。这女徒弟干活还挺利索，刷个浴缸都能刷出资质提升来。看来以后打扫卫生的活可以全都交给她了。副楼主，不好了！
出事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发生什么事了？天地人3位金牌刺客的魂牌失去感应了，疑似已经遇害。啊！天地人3煞可是我们暗影楼最顶尖的刺客组合，他们3人联手，就算是紫府境巅峰的强者也能做到一击必杀。他们这次的任务不过是去追杀一个已经修为尽时、走投无路的冷无烟而已，怎么可能会失手？属下不知啊，他们最后传回的方位是在城外一座名为咸鱼宗的破庙附近。咸鱼宗，听都没听过的不入流名字。看来是有人想在这苍游州挑战我暗影楼的权威了。我不管这个咸鱼宗是什么来头，敢动我暗影楼的人，我都要他们付出代价。传我命令，召集暗影楼4大护法，本座要亲自去会会这个咸鱼宗，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长了几个胆子。是。无暇道体。我竟然真的拥有了传说中的无暇道体！无烟，你在哪儿呢？这破地方连个外卖都点不到，饿死我了！徒儿在，师尊有何吩咐？你刚才去后院把那个水池处理干净了吗？回禀师尊，徒儿已经将师尊赐下的圣泉一滴不剩的全部吸收了，多谢师尊厚赐，徒儿如今已修成无暇道体。定不负师尊栽培。你说什么？你把那一池子水全喝了？那可是我洗澡的水啊！这姑娘看着冷艳高贵，怎么口味这么重？师尊如此惊讶，莫非是我表现得太过贪婪了？是了，那等夺天地造化的圣泉，即便对师尊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师尊本意也许只是让我饮下一口稳固境界，我却将一池子全打包了。师尊这是在怪我心境不够沉稳，贪得无厌。师尊息怒。是徒儿眼皮子太浅，没见过这等无上至宝，一时没忍住，徒儿知错，这就去面壁思过。那个，为师没有怪你的意思。大道50，天眼4诀，既然你能将其全部吸收，那便是你的机缘。为师只是惊讶于你的吸收速度罢了。行了行了，起来吧，这件事以后休要再提，就当没发生过。多谢师尊宽宏大量。不说这个了，无言啊，咱们宗门里有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吃的东西，回师尊，徒儿前世便已辟谷，对口腹之欲早已看淡，而且这咸鱼宗内似乎并没有储备任何灵果或是妖兽肉。等等，师尊这等境界的大能，怎么可能会感到饥饿？他这是在考验我的心性。师尊，徒儿明白了，师尊是在指点我，修仙之路戒骄戒躁，斩断凡尘俗欲，这区区饥饿之苦，正是磨砺道心的最佳时机。徒儿愿与师尊一同忍饥难饿，感悟这饥饿大道。停！神他妈饥饿大道，神他妈饥饿大道！我就是单纯的饿了啊！修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长生久世、逍遥自在。如果连一口好吃的都吃不上，那长生还有什么意思？当千年的饿死鬼吗？长生是为了逍遥，如果连口腹之欲都要强行压制，那还谈何顺应天道？师尊一语惊醒梦中人，是徒儿落了下处。还好，穿越前买的灵石还在。无言，你去外面生个火，烧点开水来。今天为师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大道美食。这是何等品阶的储物法器，竟然能将气息锁得如此死字。里面装的必定是惊世骇俗的绝世圣药。这是什么味道？太霸道了！这股药香简直太霸道了，仅仅是闻了一口，我体内的灵力运转速度竟然加快了3成。师尊这是将一头成年的荒古神牛辅以数十种绝世圣药，用无上炼丹术浓缩在了这一碗小小的汤药之中吗？行了，等3分钟就能吃了。爽，虽然垃圾，但饿的时候吃是真香。你也想吃？不，师尊，这等无上圣药必定是为您补充大道本源所用，徒儿资质愚钝，怎敢暴殄天物？什么圣药不圣药的，就是一碗面而已。喏，这里还有一桶别的口味的，你自己去泡吧。修仙嘛，也不能亏了肚子。
珍贵的能让人瞬间突破境界的万古龙牛断体神汤，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赏赐给了我。这修仙界的人啊，就是没见过世面，吃个泡面都能感动成这样。以后要是给他整杯珍珠奶茶，他还不得当场认我做父？副楼主，前方那座破败的山头就是天地人三煞最后消失的地方。据情报所说，那里有一个名为咸鱼宗的落魄宗。咸鱼宗？哼，天地人三煞可是我暗影楼的精锐，竟然会在这里折戟沉沙。副楼主英明，一个小小的落魄宗门也敢拔我们暗影楼的虎视。副头主，怎么了？不过是一块破木头罢了，片甲不用痕迹。愚蠢！你们仔细看，他们有平滑如镜，直接冲进去杀他们灵力片甲不便是？这说明什么？说明斩断这木扁人的断口，对力量的控制已经达到了返璞归真的恐怖境界。这绝非寻常的破落宗门。而且，你们难道没有闻到吗？这空气中有一股极其霸道的香味。香味啊，好恐怖的药香！好霸道的血气，这股味道里蕴含着上古蛮荒异兽的狂暴，还有一种历经岁月发酵的腐朽与新生。这至少是9阶以上的绝品圣丹出炉才能引发的丹香啊！什么9阶圣丹？副楼主，您的意思是这个咸鱼宗里面隐藏着一位能够炼制9阶圣丹的绝世老怪？错不了，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破败的表象，根本就是这位老怪布下的心理陷阱。如果我猜的没错，这看似没有任何阵法保护的大门，只要我们敢踏入半步，就会瞬间触发毁天灭地的绝世杀阵。这是什么符箓？竟然薄如无物，上面刻画的阵纹，本座竟然一个字都看不懂，连本座的灵力都能轻易化解，这绝对是失传已久的虚空封天符！快撤，快撤！这是一个陷阱，里面那位老怪已经察觉到我们了，这是他在向我们发出警告。副楼主，那天地人三煞的仇，报个屁的仇！你瞎了吗？没看到这封天符都拿出来当废纸扔吗？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是送死！立刻向楼主发最高级别的红色血域传讯弹。是，这咸鱼宗不可力敌，必须请楼主亲自出山。是。哎，无烟啊，我刚才好像听到山外有狗叫声，你去看看是不是有野狗来偷吃咱们丢的泡面袋子了，顺便把门口的垃圾扫一扫。是师尊，徒儿绝不允许任何野狗玷污师尊的圣地。这是顶级杀手的隐匿气息，至少是5名半步子附近的强者。师尊刚才说有几只野狗在门口叫唤，原来如此。师尊身在殿内，却早已将方圆百里的风吹草动尽收眼底。他口中的野狗，正是这5个暗影楼的顶级杀手。师尊分明是怕我刚刚突破境界不稳，所以暗中出手，将那5个杀手吓得落荒而逃。师尊不仅赐我无上圣药，还如此护我周全，而我能做的，就是替师尊扫清这个山门前的污秽。血影，竟敢动用最高级的红色玉警！若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本座今日便将你抽魂炼火！楼主息怒，不是属下贪生怕死，实在是那咸鱼宗太恐怖了。你说什么？9阶圣丹？属下愿意性命担保，那股药香仅仅是闻了一口，体内的平静竟然有了松动的征兆。天助我也！真是天助我也！本座困在紫府境大高满已经整整50年，只要能得到这颗9阶圣丹，本座必定能一举冲破这立地入圣。谁敢不给我暗影楼面子？可是楼主，那咸鱼宗里可能隐藏着一位随手丢弃封天符的绝世老怪啊！愚蠢！如果他真的是绝世老怪，为什么不直接出手杀了你们，而是用一张符纸吓唬你们？那老家伙肯定是在炼制9阶圣丹时遭到了天道反噬，此刻正是他最虚弱、油尽灯枯的时候。他越是虚张声势，就说明他越是外强中干。本座决令，召集暗影楼上下5000名精英刺客，今日本座定要将那9阶圣丹夺入手中。是。昨晚这山风还挺大，有点凉啊。丁，大弟子冷无厌昨夜坚持扫地2000时辰，宿主获得同步反符，当前修为提升至紫府境初期。这徒弟也太能卷了吧！大半夜的不睡觉，在外面扫地，生产型的驴也不敢像你这样啊！徒儿给师尊请安。无烟啊，修行要讲究劳技结合，你天天这么干活，小心脱发啊！对了，昨天山下不是有野狗叫吗？咱们这山头连个门牌都没有，
万一那些野猫野狗跑进来，把咱们的白菜拱了就不好了。来，无烟，这个东西你拿着，以后要在门口站岗的时候，要是看到什么不长眼的野狗、苍蝇、蚊子之类的靠近咱们宗门，你就用这个拍它们。记住，力气不要太大，别把这东西拍折了。2块钱一把呢，贵着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能够网住天道、困锁乾坤的极道地兵？师尊口中的苍蝇蚊子，必然是指那些想要来侵犯宗门的宵小之徒。师尊将这等极道地兵赐予我，是让我代他老人家行天道责罚呀。徒儿定不负师承重托，人在拍在，谁敢犯我咸鱼宗，徒儿必用此天网将其拍得魂飞魄散。别魂飞魄散，这玩意儿拍死苍蝇还得洗呢，怪恶心的，赶走就行了。哈哈哈哈哈！咸鱼宗的老怪，你的死期到了。本座乃暗影楼主，识相的，马上把你炼制的9阶圣丹交出来，否则今日我5000暗影大军便将你这破庙夷为平地，连只蚂蚁都不会放过。我操！这神皇大陆也有黑社会大白天出来收保护费的，这是在拍《古惑仔》吗？放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也敢来我国咸鱼宗撒野！哈哈哈哈哈！本座当是什么绝世高人，原来只是个金丹期的黄毛丫头。怎么，那个炼丹遭到反噬的老怪鼠连门都不敢出了，只能让你一个小丫头拿着个绿又玉的破网兜出来送死吗？那丫头手里拿的是什么法宝？漏风的漏勺吗？笑死老子了！楼主，别跟他废话了，让属下去把他擒来，晚上给兄弟们助助兴。师尊赐我无上天网，岂能容尔等在此狂吠？速度越大，空气压强越小。只要我挥拍的速度超越音障，便能在这方寸之间制造出绝对的真空黑洞。装神弄鬼，全体听令，接万影善魂大阵，给我把这山头推平！这是什么力量？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救命！楼主救我！这就是师尊的法宝吗？仅仅是一击，就将5000精锐拍成了萝卜。师尊常说做事要留一线，原来将他们种在地里，是为了让他们感受大地的恩赐，洗涤他们身上的杀戮罪孽。师尊真乃万古第一人赐真神啊！无烟啊，刚才外面怎么那么吵？是打雷了吗？哎，天上怎么黑压压的？我操，这是什么人体行为艺术？回禀师尊，方来有5000只不知死活的苍蝇蚁图扰乱师尊清修，徒儿已遵照师尊法旨，用这极道罗网将他们尽数拍落，种于大地之中，进行劳动改造。5000个人被你用苍蝇拍种进了地里，我操！自己买这把苍蝇拍的时候，那个老板也没说他会修仙啊。行了，种了就种了吧。既然他们来都来了，以后咱们宗门盖房子、修路、挑大坟的活儿，就全都交给这5000个苦力了。别让他们一直在地里倒立着，怪吓人的。去拿把铲子把他们挖出来，这荒山野岭的正好缺人手。徒儿遵命，师尊宽宏大量，赏赐他们劳动改造的机会，实乃他们3生修来的福分。快点，咸鱼宗，都给我麻利点。师尊说了，今日若是不能将宗门门前的这片荒地翻整完毕，你们今晚就全部挂在树上吹风。是，姑奶奶您别动手，我们挖，我们这就挖。哇！欺人太甚，简直欺人太甚！本座跟你们拼了！你废了我的修为，你也配让极道地壁浪费力量？这是师尊赐下的封天禁神网残存的道运，暂时封禁了尔等的灵力罢了。师尊有好生之德，给你们一个劳动改造，
重新做人的机会。我干还不行吗？哟，都挖出来了啊！人多力量大，古人诚不欺我。师尊，5000名劳改犯已全部集结完毕，请师尊训话。那什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咸鱼宗的宗主，我叫林安。既然大家相聚于此，那就是缘分。以前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不管，但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咸鱼宗第1工程大队的正式员工了。你叫什么名字？回前辈，小人代号暗影，是他们的头。暗影，这名字听着就不阳光，不符合咱们社会主义啊，不是，不符合咱们修仙界正能量价值观。以后你就叫老安吧，职务是包工头。谢宗主赐名。咱们这山头现在连个围墙都没有，房子也漏雨。老安啊，你的任务就是在3个月内带领你的团队把这咸鱼宗给我翻新一遍，什么大雄宝殿啊、炼丹房啊、弟子宿舍啊、豪华公共厕所啊，都给我安排上，好好干。虽然不给你们发工资，但我管饭啊。多谢宗主栽培，我们一定好好干。晚辈天宝阁柳依依，奉阁主之命，特来拜访咸鱼宗大能。天宝阁，卖东西的商会，来得正好，我正愁盖房子没材料呢。那是暗影楼的4大金牌护法，那个正扛着2块大石头跑得满头大汗的，难道是威震东域让小儿指残的暗影楼主？天宝阁的悬赏榜上，这几个人可是常年不占前10的超级通缉犯啊！尤其是暗影楼主，那是连天宝阁的太上长老都不愿轻易招惹的恐怖存在。天宝阁柳依依，拜见宗主前辈。哎，你这姑娘怎么回事？怎么一上来就下跪？快起来，我不吃人。多谢前辈，晚辈此次前来是代表天宝阁向贵宗送上一点薄礼，希望能与贵宗结个善缘。这枚储物戒中有10万极品灵石，以及各种珍稀的阵法材料和建筑图纸，还望前辈笑纳。这天宝阁真是太懂事了啊！刚打棵树就有人送枕头，正愁这5000个苦力没材料盖房子呢。那什么，既然是柳姑娘的一片心意，本宗主就却之不恭了。无烟，拿去给老安，让他按图纸给我盖个像样的大殿出来。是，师尊。听到没？师尊给你们发材料了，要是盖歪了1寸，我把你们的骨头拆下来当房梁。是，姑奶奶放心，小人以前学过土木工程，保证给宗主盖得漂漂亮亮的。前辈，除了薄礼之外，晚辈此次前来还有一件要事。1个月后便是东域10年一度的天元秘境开启之日。这天元秘境乃是上古大能留下的一处历练之地，内有无天才地宝和上古传承。我天宝阁有幸获得了20个名额，特意分出5个名额，为贵宗的青年才俊前往一探。丁检测到天元秘境开启信息，主线任务触发。任务要求：咸鱼宗初出茅庐，请派遣弟子前往天元秘境，打响宗门名气，震惊全场。任务奖励：超级宗门建筑卡包乘1，宿主咸鱼值加500。无言啊，既然柳姑娘一番好意，这天元秘境，你就带为师去跑一趟吧。徒儿遵命。不过去归去，但你记住了，咱们咸鱼宗的宗旨是低调。去了秘境，不要惹是生非，不要去跟那些什么圣子圣女抢风头。徒儿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总之，你就当是去旅个游，顺便看看秘境里有没有什么特产，比如什么好吃的灵菇、灵笋之类的，带点回来，咱们晚上炖汤喝。唉，既然要去秘境，出门在外，总得有个防身的家伙。喏，这个你拿着，遇到危险的时候就拿它挡一挡，或者用来敲敲那些上锁的门啊、宝箱什么的，当撬棍用也行。师尊，如此珍贵的无上极道地器，您竟然赐予徒儿防身，徒儿何德何能？徒儿定用此剑木打神勺，扬我咸鱼宗神威！停，这就是个盛饭的勺子，什么极道地兵？你别出去乱吹牛啊！万一别人信了来抢怎么办？师尊用心良苦，才不二明白，在外人面前，他就是一个盛饭的勺子。行了，依依姑娘，多谢你的门票。这大中午的，你要是不嫌弃，留下来吃个泡面再走。吃泡面？前辈竟然要赐我传说中的9节圣丹！这天宝阁的大小姐怎么回事？低血糖吗？无言，快拿我的泡面汤给她灌2口急救一下。师尊，徒儿出发了，定不辱师门使命。去吧去吧，记得带特产蘑菇啊。快看，
那是擎天圣地的圣子，传闻他年仅20，便已是紫府境中期的绝世妖孽。天哪，连天域皇朝的大皇子李浩阳也来了。听说他最近在四处寻找双修道侣，嚣张得很。那边穿黑衣服的，好像是行事诡秘的天魔宗弟子。这次秘境真是藏龙卧虎啊！咦，那女修长得好生漂亮，简直比百花谷的圣女还要美上3分。只是她腰上挂着个饭勺是什么鬼？看她身上的宗门令牌写着咸鱼宗，这是什么不入流的野鸡宗门？连听都没听过，估计是哪个穷乡僻壤跑出来的小宗门，穷得连防身法宝都没有，只能把厨房里的饭勺拿出来凑效了吧？这位美丽的仙子，在下天域皇朝大皇子李浩阳。秘境之中危险重重，仙子孤身一人，不如与本皇子同行。只要仙子愿意，本皇保你在秘境中横着走。你，秘境开启了，快出！小贱人，敬酒不吃吃罚酒。等进了秘境，本孔子有的是手段让你跪下求饶。师尊交代过。这次来主要是旅游和买菜，不能惹是生非。该死！这座阵法虽然因年代久远有些残破，但至少还有着洞虚界后期的恐怖威力。别说我们，就算是咱们的宗主来了，硬闯也会被瞬间轰成渣。这可是上古宗门的灵药源，难道我们就只能入宝山而空手回吗？太好了，竟然是9叶仙芝，这种灵芝肉质肥厚，鲜美无比。若是拿回去给师尊炖大骨的汤，师尊一定会夸我贤惠的。我没看错吧？这女人想干什么？用饭勺取消洞虚境大能留下的阵法，这怕不是个傻子吧？刚才极品利器劈在上面，连个白印都没留下来。他拿个烧焦的木头勺子，打算给阵法挠痒痒吗？小本皇子还以为你有什么大背景呢，原来是个脑子进水的疯婆子。万物皆有其固有的频率，这上古阵法虽然坚固，但只要我用打神勺敲击出与其一致的共振频率，再结合杠杆原理，寻找其最脆弱的支点，便能不费吹灰之力将其瓦解。碎了！这可是洞虚境的阵法呀，被一个饭勺敲碎了！那根本不是什么饭勺，你们这群瞎子！那绝对是一件超越了圣技、无视任何阵法法则的极道地兵！我的天哪，这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师尊赐下的剑木打神勺果然厉害，不仅能无视法则，还能完美契合共振大道。师尊真乃神人也。结界破了，机缘就在眼前，抢啊！冲！那女人只有一个人，就算有极道地兵也双拳难敌4手，大家一起上，杀了她！师尊说了，咱们要低调，不能惹事。但这群苍蝇非要来抢我给师尊炖汤的蘑菇，这可如何是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抢，那就让你们飞高点去抢吧！我操！还有谁想抢我给师尊炖汤的蘑菇吗？姑奶奶饶命，我们不抢了，这药园里的都是您的，我们都是来给您加油助威的。对，仙子，您炖汤辛苦了，需要我们帮您生火吗？是谁竟敢强迫老夫布下的护元大阵？是准帝残魂，这药园里竟然沉睡着一位上古准帝！完了，这老怪物苏醒，我们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小女娃，是你破了老夫的阵法？哼！能破此阵，说明你天赋尚可。念你修行不易，现在跪下磕头，接受老夫的凌云剑宗传承，做老夫的关门弟子，老夫便饶你一命。你挡着我采蘑菇了。你说什么？老夫在赐你无上传承，你跟我提采蘑菇，你个无知小辈！可是老夫当年一剑光寒14州，烦死了！放肆！区一个金丹期也敢对老夫动手？老夫站在这里让你打，你都伤不到老夫分毫！哎呦我操！你手里拿的什么邪物？老头儿，你刚才说你会玩剑对吧？老夫乃凌云剑帝，自然会玩剑。很好，我看你这灵魂体聚散无形，用来烧火控制火候一定很精准。正好我缺个帮手，回去给师尊炖汤。我师尊乃是世外高人，看你这老骨头可怜，给你个机会，跟我回咸鱼宗去当个烧火的杂役，你可愿意？你让堂堂准帝残魂去当烧火杂役，专打神魂修暗万元界。老奴南宫渊愿意跟仙子回宗门烧火，能给前辈烧火是老奴10万年来修到的最大福分啊！
咸鱼宗到底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个恐怖的宗门？连个打杂的女弟子都能把准帝当狗遛！快，出狱的天要变了！1、2、3，起！1、2、3，发！那边的，把那根柱子给我扶正了！要是偏了1毫米，宗主怪罪下来，老子把你们全埋进地里当鸡屎！哟，干得不错嘛，老安。宗主下午好，宗主辛苦了。老安啊，你这大殿建的怎么一股子阴间味儿？宗主明鉴，小人以前是干杀手的，习惯了这种隐蔽防守的暗黑风格。这骷髅柱顶是为了威慑外敌，那黑墙是为了夜间隐蔽。胡闹！真正的强者，就算站在阳光娘来隐蔽吗？也没人敢动他一根汗毛，全给我拆了重弄！我彻底懂了，我暗影楼为何十面光影？因为我们的心就是暗的。宗主要见着大落地窗，白墙墙，慕名分行，启动其心之突重，光明大惊啊！这就让我把骷头全砸了，换成仙鹤土瑞，安排上要让咸鱼宗充满光明。呼了就好。徒儿拜见师尊，幸不辱令，徒儿从天元秘境旅游回来了。旅游回来了，买到蘑菇没？买到了，徒儿在秘境里精挑细选，找到了一株肥美多汁的九叶仙，正适合给师尊炖汤。传说中的九叶仙芝，这蘑菇怎么还会发光啊？不会是受了核辐射变异了吧？算了，洗洗应该能吃。无言，这大白天的，你买个全息投影仪回来干什么？还做成个老头的样子，怪瘆人的。哼，老夫倒要看看这女娃口中那位世外高人的师尊究竟是个什么货色，竟然狂妄到让老夫来当烧火杂役。老奴喃喃不语，拜见无上真神。老奴有眼无珠，冒犯了真神天位，求神开恩，饶老奴一条狗命啊！哎呦我去，这全息投影还带智能语音和震动反馈的，这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回禀师尊，这是一个在秘境里捡到的准帝残魂。他说他以前是个玩剑的，徒儿看他这灵魂体，用饭也不用睡觉，聚散无形，最适合用来给师尊的灶台烧控温，所以就把他带回来了。哦，原来是个孤魂野鬼啊！既然是来竞聘厨师住这榜里的，老头，你去生火吧。老奴遵命，老奴这就去生火。老头，点火啊！愣着干嘛？这是混沌紫炎！老夫的剑火竟然在接触到这口铁锅的瞬间，被其蕴含的大道法则强行净化成了传说中的混沌紫炎。哪里是什么生锈的铁锅？这分明是用玄黄母气和混沌神铁打造而成的造化神鼎啊！其上的锈迹分明是岁月的沉淀和天道雷劫劈出的自然纹理。火候不错，保持住。不错不错，虽然没有鸡精味精，但纯天然的野生蘑菇确实鲜。吴燕，拿碗来。行了，老头，你也算出了力。这东西你灵魂体能喝吗？能喝就自己盛一点。多谢主上赏赐。这九叶仙书加上混沌紫炎熬煮出来的神汤，老奴喝了，说不定能重聚肉身啊！先掉眉毛了。有了，老安。带几个兄弟过来。宗主有何吩咐？兄弟们这几天搬砖辛苦了。咱们咸鱼宗虽然穷，但绝不亏待干活的人。这桶里是我独家秘制的防暑降温凉茶，里面加了咱们宗门的独家秘方。去，给兄弟们分一分，一人喝一口解解渴。排好队，排好队。宗主赏赐的凉茶，一人只能喝一口啊！谁敢多喝，老子打断他的腿！我突破了金丹期，我竟然突破到金丹期了，而且我感觉我体内的暗疾全好了。什么？我竟然达到了半步圣人境！宗主，这是何等的逆神神业呀！兄弟们，什么狗屁暗影楼，什么狗屁天下第一杀手，跟宗主随手赏赐的造化相比，我们以前追求的那些东西，简直就是一坨狗屎！从今天起，我们生是咸鱼宗的人，死是咸鱼宗的鬼，哪怕是当一辈子的泥瓦匠、搬砖工，那也是我们祖上积德换来的无上荣耀。为了咸鱼宗，为了宗主，干活！咱们的大殿建得漂漂亮亮的！为了宗主搬砖！看来我这凉茶里的盐放得更刚好，补充了电解质，这群工人的干劲就是足啊！听说了吗？天元秘境里出了个绝世妖孽，何止是妖孽，那简直是怪物！咸鱼宗的红衣女弟子拿着一把极道地兵级别的木饭勺，3下敲碎了洞虚大阵。不仅如此，他还一勺子把几百名天才打飞出了大气层。父皇，救命啊！父皇，那咸鱼宗欺人太甚，不仅当众折辱儿臣，更是手握极道地兵。他们这是要称霸东域，不把我天域皇朝放在眼里啊！好一个咸鱼宗，不仅插手我皇朝与穆家的联姻，如今还在秘境中如此折辱我儿。传朕旨意，立刻联系中州萧家以及万佛寺的高僧，朕倒要看看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野鸡宗门，到底有几条命够死。今晚的蘑菇汤真好喝，明天的早饭吃点什么好呢？小姐，我们跑不掉了！
的神策军就在后面跟得死死的。要不您还是回去跟大皇子完婚吧。那李浩洋虽然风流成性玩物丧志，但好歹也是大皇子啊。住口！我就算是死，从这悬崖上跳下去，也绝不会嫁给个无耻下流的纨绔公子。他身边女人无数，嫁给他比杀了我还难受。小姐，你看前面，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宗门？走，上去碰碰运气，说不定哪位前辈高人愿意出手相救。小姐，那个人好像是悬赏榜第1的暗影楼主，这是什么阴间宗门？竟然让全天下最恐怖的杀手天团在这里当泥瓦匠！哎，咱们这荒山野岭的，怎么还来了2个客人？这位姑娘，看你印堂发黑，气喘如牛，显然是被俗世凡尘所惹。我看你骨骼惊奇，天资聪颖，是个修炼的好苗子，可愿拜我为师，入我咸鱼宗？若你拜我为师，我可保你万事无忧。徒儿穆倾城拜见师尊，徒儿被天域皇朝追杀，逼迫成城，走投无路，求师尊大发慈悲，救徒儿一命。起来吧，起来吧，当什么牛做马？咱们宗门不兴这一套，包吃包住就行。吴嫣是个练剑的，给了个饭勺当近战武器。这姑娘看起来柔柔弱弱的，给个什么好呢？喏，这个你拿着。你初入师门，我看你身上因果缠身，俗尘太多，以后没事的时候多拿这个掸子扫扫身上的灰，掸掸桌子，就当是清心寡欲的修行了。徒儿谢师尊赐宝，徒儿定用这龙凤神鞭扫清一切敢犯我宗门的妖魔鬼怪。你开心就好。穆倾城，我看你这次往哪里跑！下方那个叫咸鱼宗的，听着，立刻交出我朝逆贼穆倾城，还有交出那个在天元秘境中行凶的红衣妖女和极道地兵，否则今日我3大势力联军10万，定叫你这破庙灰飞烟灭，寸草不生！我萧家在此，这小小的野鸡宗门，要么乖乖给我们萧家当狗，献上所有宝物，要么死！阿弥陀佛，放下屠刀，交出宝物与妖女，莫要逼老衲等大开杀戒，罪过，罪过！师尊，徒儿这就去将这些狂吠的苍蝇全部拍下来。等会儿，大周末的，这天刚亮没多久，他们就在天上敲锣打鼓的，还让不让人好好休息了？对付这种没有素质的噪音污染，就得用魔法打败魔法。那小子手里拿的是个什么玩意儿？红白相间的夜壶吗？我看他是被我们10万大军的吓傻了，准备拿个夜壶出来投降吧。什么引蟹高人？这是什么引蟹高人？全都是装神弄鬼的废物！喂，试音1、2、3。这是什么阴谋功法？居然能无视防御！收冰箱、彩电、洗衣机，收长头发、旧手机、烂电脑，换不锈钢盆啦！这是传说中的万物归虚灭世招！冰箱、彩电，这是何等恐怖的上古神魔之名！他竟然要回收上古神魔，用长头发和旧手机换不锈钢盆！不，这分明是说他要抽离我们的生机和神魂，将我们的骨血熔制成不朽的鼎炉啊！佛祖在上，这喇叭里传出的乃是大道本源的超度之音，万物皆空，万物皆为破铜烂铁啊！我的极品令箭，它怎么自己飞走了？战船在解体！不！阿弥陀佛，争名夺利一场空，不如去换不锈钢盆。萧家傲慢无礼，简直是自寻死路。宗主这震耳欲聋的天道轮音，彻底净化了我的灵魂。我要留在这里，为宗主剪一辈子破烂。皇儿啊，这皇位咱们不做了，明天起，爹带着你去收真正的大道啊！爹说的对，打打杀杀太俗了，我要去换不锈钢盆。哎呀，这人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咱们这食堂的饭可不够吃啊！老安啊，过来。宗主有何吩咐？老安随时准备为您赴汤蹈火。这些人刚才听了我的爱国卫生宣传教育，现在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交给你个任务，这10万人，你给他们编个号，成立个咸鱼宗第2环保大队。看到后山那个大铁球没？那是他们刚才乱扔的垃圾，让他们给我把那些废铁敲碎熔炼了，明天拿去神下的镇子上卖废铁，换点砖泥回来盖城墙。咱们宗门现在人多，得扩建。宗主放心，我老安保证把他们管理的服服帖帖的，谁敢偷懒，我就给他们听喇叭。80！对，就是这个温度，打铁使我快乐。
打铁让我忘却凡尘。这群人是不是有那个大病？干活就干活，喊什么口号？还80-80的，当这是装修砸墙呢？不行，得把他们赶下山去。系统，你管这个叫万法城图纸？这他妈不是玩具吗？哎，行吧，你牛逼。老安、老李、老姜都别砸了，过来开会。宗主有何吩咐？第一工程大队大队长暗影随时听候调遣。宗主，属下李世英砸铁砸得正爽，可是有新的指标下达。行了行了，别搁这表忠心了。你们10万人挤在这后山，把我的花花草草都踩坏了。我决定了，在山脚下那片平原上建一座城，就叫咸鱼城。建城？没错，这是本宗主连夜推出的咸鱼城无上阵法建造图录。你们10万人带着后山熔炼出来的材料，统统滚下山去，照着这上面的图纸，给我把城拼把城建出来。这图纸上的建筑结构竟然完全不需要任何钉子和粘胶力，全靠着积木本身的阴阳卡槽相互咬合。这是何等逆天的天道阵法！一旦建成，整座城池将浑然一体。就算是准地来袭，也绝对轰不开这道城墙。看呐，宗主不仅规定了结构，连每一块砖石的五行属性都标注得清清楚楚。红色代表南冥离火，蓝色代表九幽玄水，五行相生相克。这咸鱼城简直就是一个活着的释放巨灭战阵啊！宗主大恩啊！这图纸不仅是建城指南，更是一本直指大道的无上阵法秘籍。宗主这是借着建城的机会传授我们无上大道啊！哎，那什么，你们觉得好就行。那个图纸上说了，适合9到99岁。你们加起来都几万岁了，别拼错了啊！限你们3天之内把城给我盖好，去吧去吧。宗主放心，属下等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绝不辱没这无上图录。全部带上材料，目标山下平原，跟我冲啊！总算清静了。师尊，山下建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徒儿是否也要去帮忙？你去干嘛？搬砖和泥那都是糙汉子干的活，你一个女孩子家的，白白净净，别去工地凑热闹。你的任务就是拿着我给你的这把神鞭，把咱们宗门大殿前后的灰尘扫一扫，保持卫生就行了。徒儿遵命，徒儿这就去清扫。玄界大师，这是何等纯粹的净化之力！我的道心竟然变得晶莹剔透，再无一丝杂念。我感觉我卡了300年的大圣境瓶颈破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这风中蕴含着大欢喜、大自在的清净本源，老衲讯悟了。是山顶，是宗主所在的方向。我刚才看到了，是宗主新收的那位女弟子，手里拿着一把散发着龙凤神威的极道地兵，在为我们扶持满身的疲惫与业障。宗主没有忘记我们，宗主在暗中为我们加持无上大道。为了咸鱼宗，兄弟们，把这块万斤巨石给我徒手捏碎成标准的正方体积木，拼啊！这帮人怎么又在鬼叫？算了，不管了，睡觉。我操，这也行？宗主，咸鱼城不负阵托，如期竣工。禀宗主，此城完美契合宗主赐下的无上图阵，所有建筑依靠阴阳卡槽咬合，浑然一体。护城大阵借由城墙的颜色，已经自动演化成了5行寂灭大阵。就算是真正的地境强者来攻，也绝对讨不到好果子吃。干得不错，老安啊！既然这城建好了，你以后就当这个咸鱼城的城主吧，负责管理城内的治安。老安谢宗主隆恩，必誓死守护咸鱼城。我这是在哪儿？我好像记得前辈邀请我吃9阶圣丹，那是什么？天域皇朝的皇帝，中州萧家的太上长老，万佛寺的玄机圣僧。完了，难道在昏迷的这几天里，咸鱼宗已经把玄黄大陆最顶尖的势力全给灭了？前辈身为盖世，我天宝阁愿意世世代代做咸鱼宗的附庸，恳请前辈开恩，允许我天宝阁将总部搬迁至山下的咸鱼城中。我天宝阁
哥愿意上交90%的利润，只求前辈庇护。搬迁总部，来我这儿开超市。哎呀，柳姑娘客气了。既然天宝阁这么有诚意，那山下城中心最繁华的那个红色十字形积木大楼就租给你们当总部了。不过规矩我得说好，城里的商铺只租不卖，所有进城的人不管什么修为，都得乖乖遵守规矩，不准打架斗殴。谁要是敢在城里闹事，有什么恩怨，统统给我去城中央的那个罗马夹斗场上解决。晚辈明白，晚辈这就传讯给父亲，将天宝阁总部连夜搬迁过来。有前辈的规矩在，这咸鱼城必将成为玄黄大陆最绝对的和平净土与商业中心。这咸鱼宗也算是步入正轨了吧？今天是个好日子，中午让老头多炒里个菜。别叫唤了，别叫唤了。师尊每天躺在床上睡觉，缺乏运动，正需要你们这些大补之物来熬高汤。能给师尊补身子，是你们修了8辈子的福气。这里灵气如此炙热，想必应该能找到一些适合做烧烤香料的火属性灵芝。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小丫头，你手里的好东西还真不少啊！把袋子留下，再乖乖把身上的衣服脱了，让大爷们检查检查，或许能留你个全尸。天魔宗，既然知道是我们天魔宗，还不赶紧跪下受死！刚才在外面听说有个拿着极道地兵的疯婆子，看来就是你了。什么狗屁极道地兵，一把破木头勺子也敢拿出来虚张声势！兄弟们，结天魔噬魂阵，把他给我吸干！师尊赐予我的这把剑木打神勺，不仅能敲碎阵法，更暗含了最极致的流体力学与杠杆原理，以大地为支点，以妖腹为动力轴心，给力！我操！我的身体怎么飞起来了？我心里是怎么回事？救命啊，大师兄！第一式，爆炒魔修。不堪一击。正好宗门正在大搞建设，老安的工程队还缺几个人力模板机。这10几个魔修皮糙肉厚，拖回去扔进水泥池子里踩水泥，再合适不过了。不错不错，这辣椒的品质极高，师尊一定会喜欢的。这是上古神兽的蛋，太好了，这么大的蛋，要是拿回去给师尊做个水煮荷包蛋，或者是番茄炒神兽蛋，那营养价值简直无法公量。不仅个头大，还自带保温功能，真是绝佳的食材。师尊，徒儿回来了。徒儿不仅带回了食材，还顺手给宗门抓了10几个免费的劳动力。无烟啊，你这是干嘛？为师让你去买菜，你去哪儿打劫了？回禀师尊，这些是天魔宗的魔修，他们在秘境中妄图抢夺徒儿给师尊准备的食材，被徒儿用剑木打神勺掠施小成，抓回来交给老安踩水泥。行吧行吧，老安，出来接客了。哟呵，这不是天魔宗的内门大弟子吗？怎么混得这么惨？多谢宗主赏赐。咱们工程队最近刚好在打地基，正缺几个杂夯的。这几个魔修体格健壮，简直是天然的打磨旗呀！小人这就把他们带下去接受劳动改造。放开我！我是天魔宗的大弟子，敢让我去踩水泥，我们宗主绝不会放过你们的！闭嘴！能给咸鱼宗踩水泥是你祖坟冒青烟了，再啰嗦，信不信老子让你去拉风箱？啊！我操，好大的茶叶蛋，还是热乎的。无妖，你这在哪儿买的？这他妈是鸵鸟蛋变异了吧？回师尊，这是徒儿在火山口发现的。徒儿看这蛋灵气充沛，心想拿回来给师尊做个水煮蛋，定能大补。好徒儿，深得我心啊！老头，南宫老头，过来起锅烧油。主上，老奴火都已经生好了，就等您下锅了。做荷包蛋之前，得先把壳敲开。这么大的蛋，估计壳挺硬的。无言啊！退赛，
你这买的什么劣质产品？说好的鸡蛋呢？怎么孵出个秃毛吉娃娃来了？这他妈是买到了传说中的毛蛋吗？这股气息，这绝对不是什么狗！这股吞噬天地的凶烈之气，这是传说中以龙凤为食的上古绝世凶兽。好！天哪！师尊竟然徒手敲碎了上古凶兽熬的半生神经蛋壳，提前将其强制孵化了。长得这么丑，毛都没有，光秃秃的。以后你就叫陆恒吧，小名就叫小秃。正好咱们宗门缺个看大门的，以后你就负责在山门口看门吧。师尊真乃神人也！上古第一凶兽敖，在师尊面前竟然温顺的如同一只家犬，甚至还被赐名为陆恒，被安排去守山门。这要是传出去，整个玄黄大陆的妖族恐怕都要排着队来咱们宗门当宠物了。是谁竟敢动我天魔宗的内门精锐？不仅抢夺我们在秘境的造化，还将他们折磨至此！宗主，属下刚刚出现了一个手持极道地兵木勺的红衣女子，自称来自咸鱼宗，我们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被她所擒。咸鱼宗，好一个咸鱼宗！前些日子那个什么暗影楼在他们那里栽了跟头，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既然敢惹到我天魔宗头上，本座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魔道。本座要组建魔道联军，将那咸鱼宗夷为平地，把那红衣妖女抽魂炼魄。去，小秃你别闹，这火还没升旺呢。老头今天被吴烟叫去山下帮忙指点什么剑尘了，这破炉子半天点不着，连个吃烧烤的心情都没了。哎呦，小秃你可以啊，自带生火功能，不错不错，以后宗门里的烧烤摊就交给你负责了。等会儿烤熟了，赏你个蘑菇板吃。天哪，师尊竟然让上古凶兽豪来当生火丫头，而且那豪喷出的分明是连圣人沾上一点都会灰飞灭的焚天灭之炎啊！师尊竟然用它来烤人参！咸鱼宗的蝼蚁，统统给本座滚出来受死！宗主，下方那破庙便是擒走我宗内门弟子的咸鱼宗。老安，天上那神不宗的魔仔包子吧？旁边那两个老家伙看着挺面生啊，气息倒是挺唬人，圣人境，可不是嘛。估计是从哪个棺材板里刚爬出来的老骨头，真是作孽啊！在宗主面前装逼，这不是赶着来送人头吗？刚才咱们工程队还在发愁，说搅拌水泥的人手不够，这不，免费的劳动力自己送上门了。你说的对，圣人境又怎么样？到了咱们咸鱼宗，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圣人境的魔修，体力肯定比普通人好。拿来去后山拉石碾子最合适不过了。好，有没有点公德心啊？大白天的在天上烧锅炉吗？弄得满天都是雾霾，还让不让人吃顿安生饭了？吴烟，倾城，徒儿在。去，告诉天上那群乌鸦，要打雷下雨滚回他们自己家去，别在我咸鱼宗上空制造雾霾，污染了我的烤串儿。我要他们全宗下来给我刷1个月盘子。徒儿遵命。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上古大凶！快跑！这里有大恐怖！兄弟们，来活了，准备接收新员工。你是暗影楼主？你不是杀手吗？为什么会在这里挖沙子？还有，刚才那恐怖的吼声到底是什么怪物？老魔啊，时代变了，现在不流行打打杀杀了，现在流行搞建设。哎呦喂，两位圣人境的大能，这可是极品劳动力啊！宗主刚才还说咱们城墙的夯土不够结实，来，把这两位圣人老爷拔出来！庶子敢宰！老夫乃堂堂圣人！圣你大爷！在咱们咸鱼宗，别说圣人了，你看那边那个踩缝纫机的，以前还是天域皇帝呢。从今天起，你们两个的代号就叫大辉和小辉，专门负责咱们工程队的水泥搅拌和地基夯实工作。谁敢偷懒，我就让宗主的爱宠再去给你们唱首歌。这小兔叫声还挺响亮，不仅能当打火机，还能当超大功率的驱鸟器，不错不错。对了，倾城，
我刚才听底下那帮人喊什么天域皇朝的，你之前就是被那个什么大皇子逼婚的对吧？回师尊，是的。这帮苍蝇3天2头跑来咱们这儿闹事，虽然能当免费劳力，但也挺烦人的。擒贼先擒王，既然他们皇上和皇子都在这儿搬砖了，那天域皇朝现在肯定群龙无首。你们俩再带上后厨烧火的南宫老头，去一趟天域皇朝的国都，把那个什么皇朝给我接管了。咱们咸鱼城现在人多，光靠天宝阁的物资不够，得搞个大后方给咱们提供菜蔬菜才行。师尊放心，徒儿这就去把天域皇朝的国库搬空，把他们的江山打下来给师尊种菜。打什么打？文明一点，他们都在咱们这儿改造呢，你们直接过去，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们换个能干活的人当。倾城啊，你家族里有没有什么机灵点的兄弟姐妹？扶持一个上去当个代理厂长，哦不，代理大王，专门负责给咱们咸鱼城供货。